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运成。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前立委李胜峰，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前驻纽大使纪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以及前海军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都说川普啊重新洗局了整个国际局势哈，但是呢，这个是越洗对美国越有利吗？好像很难说哎。但是呢，这个反美联盟啊是越来越强大，而且越来越多了哈。哎，来看到啊，面对川普这个格陵兰的法夹湾，欧洲被打醒了，依赖美国就成为了一个国安风险了。现在欧盟都加速要去寻求战略自主，而且呢，面对川普威胁呢，欧洲是非常罕见的团结了，准备要针对价值超过1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来进行报复性关税的清单，而且呢，也暂停了欧美贸易协定的批准程序。但是呢，现在因为川普又转向了嘛，所以这些反制措施呢也跟着暂缓。但是这个格陵兰风波呢，已经成为了一个欧美关系的分水岭了，而且不止欧盟啊，我们来看到像是加拿大啊，还有印度啊，也全部都硬起来了，全部都是因为啊，川普扬言四处征关税。好，现在呢，世界中等强权呢，已经有一个明显的分水岭时刻了，所以各国呢，试着借由合纵连横的方式来重组全球化的新秩序，要降低对美国的依赖，来例行去风险化。来看到最显著的例子是什么呢？就是印欧他们谈妥了自贸协定哦，这个印欧自贸协定是谈了近20年呢。因为欧盟呢其实是印度最大的一个贸易伙伴哈，但是因为商品太多了，所以谈了20年都谈不拢。结果现在啊，在川普的这个推力之下哈，双方就达成了。就是因为川普一天到晚在这个挥关税大刀呢，所以反而使得两方终于谈成了。而且呢，这一项签署非常具有里程碑的协定，全世界都在讨论它。好，要知道啊，这是一切的协定之母。那这个协定呢，会为印度14亿人口还有欧洲民众带来一个非常巨大的机会。好，这个有多关键呢？我们等一下请教这些专家们哈。再来也看到啊，其实西方联盟决裂了不只是他们自己去来缔结这个自贸协议啊，也纷纷的要来向中国寻找出路哈。英国政府最近呢，就是有很多的高级官员通通都跟着首相一起访华，表明政府对于这次的访问非常的重视。而不止英国啦，像是法国总统马克宏啊，去年的时候也是去访华了。那加拿大总理也是，还有芬兰总理，接着轮到德国总理2月底的时候也要去访中。很明显的，欧洲战略已经转向中国了吗？那么施凯尔这一次访中啊，是大丰收吗？我们来看到他们到底谈成了什么哈？这是时隔8年哦，英国的首相是访华了，那么也是拒绝说我要在美中之间2选1。那么施凯尔此行呢，除了在北京会晤习近平，还有国务院总理李强以及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之外呢，还要转上上海访问。那施凯尔就说了，说我们英国啊不会在美中之间2选1。英国能够在不激怒川普，也不损害英美关系的状况下跟习近平见面，忽视全球第2大经济体中国大陆是不明智而且失职的行为对英国而言呢，中国或许不是盟友，但也不是敌人。好，这一次睽违8年访问中国这个英国呢也吸了50家的企业想要去抢攻1000亿美元的商机。那么中国呢也是高度重视这一次的交流，目前呢正积极的在筹备多项的经贸成果文件，并且呢计划要签署贸易投资合作协议。来看到中国大陆商务部说呢，中英呢互为重要的经贸伙伴。施凯尔访问期间呢，商务部将力争打造中英贸易合作的新增长点推动中英贸易关系不断的迈向新台阶。那双方也称这个重启呢是黄金时代的高层商业对话，重新成立中英的执行长理事会，为双边经贸合作来铺路。那么中国大陆的驻英大使也说了，说呢展开合作有助于2国来加强关系，避免误触现在英中双方重新高层接触是符合双方的利益的，应该要共同努力哈。虽然是有分歧，但是共同的利益是更多的。所以不只是英国我们之前听到了这个加拿大，可尼他是最硬的他说呢，他要推动贸易多元化，因为现在美国没有什么正常可言咯。他说呢，推动贸易多元化来
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因为世界变了。美国也变了，现在美国几乎没有什么正常的事可言了，这是事实。而且呢，卡尼呢在这个达沃斯论坛上面说呢，不上桌就等着被人吃。结果呢，贝森特怎么说？他说当天我和川普呢在椭圆形办公室旁听了川普与加拿大总理卡尼通电话，其中卡尼非常积极的撤回了他在达沃斯演讲中的部分不当言论。真的吗？结果卡尼就说了，为了完全澄清起见，我也对川普说过，我在达沃斯所说的话就是我的本意。双方又各说各话了啦。好，不过呢，现在中加关系真的是不错哦，尤其中国大陆已经下单了10船的加拿大油菜籽了，合计大约是65万吨哦。而且呢，现在这个卡尼他在这个达沃斯嘴硬上面呢，遭到川普回怼后服软。但他说要一个可变几何的战略，就是呢，中等强国应该要根据不同的议题去组不同的联盟。一方面也呼吁西方国家重新审视现在中美博弈中选边站的做法。同时呢，也为了降低选边站的程度来提供新的思路意思就是中等强国当自强不要就是看到美国强就跟美国，因为美国是川普的话，你真的很危险我们来请教接大使。这个美国的媒体形容川普这个政府形容得非常好。他说川普政府正在面临越来越多他自己所造成危机的什么挑战。这些危机对美国来的危机众叛亲离嘛，然后大家都跟美国保持距离，然后去找别的合作伙伴。这些对美国来当然是危机因为全球化的经济美国产品也要找国际市场美国也要进口廉价的进口货那现在把所有的这些贸易伙伴都得罪了，最后变成什么？对美国的经济来就是挑战，就是危机。这是谁造成？都川普自己造成的那安全上更不要讲了加拿大本来跟美国是天然盟友，而且关系可以说交不离梦，梦不离交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真的是这样。因为加拿大75%左右的出口都是到美国，那更不要说它的这些所谓的这些原油啦，它的什么钢铁啦、木材几乎到90%都是卖到美国。而美国呢，65%的原油是从加拿大进来的。所以这个关系太密切了，可是呢，所以这个加拿大跟美国那个边界简直是不设防的。可是现在搞成怎么样？搞成已经快变成仇人了。加拿大有史以来第一次做了一个防卫的这个演习以美国为假想敌，那就是说美国会入侵加拿大，因为什么？川普老是讲说，你加拿大要变成我的一州，为什么呢？对不对？现在连英国都在替加拿大讲话，英国为什么？这个要从历史上讲，为什么英国这么挺加拿大？因为美国在搞独立战争的时候，这些华盛顿这一批人美国的所谓的建国这个国父他们是反英国的，在北美洲殖民地，反英国的。可是加拿大这些人，他们的祖先是支持英国的，所以呢，现在支持英国的跟反对英国的北美洲人现在吵起来，你说英国支持谁？当然当时支持他们英国的这批人。白宫也被烧过对白宫也被烧过所以我觉得川普不但引起现代的这种危机而且把历史的恩怨也都吵起来了。这个人真的是怎么样？我记得以前有一句话叫什么？有一个形容词形容川普这种叫祸头子，闯祸的祸，祸头子，很会闯祸的人。那他给美国闯了不少祸。那现在这个冯德莱恩前2天跑到新德里参加印度奇葩式的什么建国阅兵大典。那印度的建国阅兵什么牛马骆驼通通有，还摩托车，表演叠罗汉，很精彩。对，那个不知道是要打仗还是要当马戏团，军队变成马戏团，这只有印度人干得出来。可是印度人呢，以此为傲。你看那个莫迪在那个司令台上跟那个冯德莱恩交手接耳，是故意制造一个形象，什么？印度跟欧盟现在好得不得了。为什么好得不得了？因为印度跟欧盟都跟美国都快闹翻了。那个莫迪他有一次讲话很清楚的讲说，那个家伙打电话来4次我都不接，
那个家伙就是那个川先生。然后呢，凡德莱恩他们已经多次警告美国，他说你们不能这样子抢我们欧盟会员国的土地，哎，你这样抢的话这个东西我们北约啊，还有跨大西洋联盟都会完蛋。所以呢，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现在印度跟欧盟走得那么近又是美国给自己制造出来的另外一个危机。还 push 他们签成了这个自贸协议这个影响非常的大。我们来请教盛峰委员。印欧的自贸协议是美国促成，但是有战略的是针对中国，这个我们必须要清楚，因为与印欧两个情况所形成的经济条件要签自由贸易协定差太远了，但是呢被逼而签为什么要签？因为跟美国已经拜拜，可是跟中国之间又不太愿意靠得太近，所以搞个印度来做自我安慰。那各位看着办，印欧贸易协定还有的吵。那到底是说中跟欧之间会有什么样子的改变？因为这个美国的因素，那我们就看那个当时所签署的中欧贸易协定会不会重启？因为它已经被冰冻了蛮久。我想这是另外一个指标。那加拿大呢？加拿大现在充分的感觉到一件事情，所谓的安全保障、盟友关系、价值同盟，通通都是狗屁不通。因此呢，从卡尼的角度来看呢，加拿大跟委内瑞拉有什么不一样？没有不一样说侵占就侵占了，你是州长他连总理都不称呼，就称呼人家是州长说你是我这51州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境里面，整个世界正在发生很大的改变，尤其这个呢，这个格陵兰的事情，我想这一期的经济学人里面呢写了一个专题，非常非常的强。这个专题里面只告诉我们一个事：世界上看到了什么？看到一个可以为侵略公然说谎的美国，而美国是不讲话的。第二个，可以看到一个霸权的美国公然欺凌一个自己的盟友的土地，然后美国是不讲话的。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全世界看到你不是号称民主国家吗？可是你的总统明明做了一件失格切割的事情，但是你的国家的体制好像制止不了他做一件错误的事，谁还愿意跟你继续做一部朋友呢？全世界苦梅已久矣这个就看得出来。我们就发现，把美国的朋友的关系分3类，第一种是盟友现在开始有一个情况，开始靠中国了。但中国也不用太高兴，那个我把它叫做政治撒娇，就是你不要，我还是跟他好，只是政治撒娇。但是政治撒娇就是质变的开始，会变到什么程度？当然不会是明天，但是呢，也因为政治撒娇，所以等于全世界公开肯定了中国的角色和地位。第二个呢，就是呢这一个跟他呢有一种朋友的关系，但不是那么同盟的关系，有利害关系的国家，像东盟这些国家，过去呢是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观念会改变了。第三个，非美国的盟友国家，那今天别无选择，只有一个国家叫中国是他的依靠。这个世界这样子一个转变呢，很感谢这就是川普所做的。所以加拿大卡尼的那一句话，将来一定会跟英国的那一句话同样流传万古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加拿大说，从此只有利益的考量，不要再选边。我讲只有利益的考量，不用再选边。所以其实这个也是在学川普啦，只有利益至上。好，我们来请教舰长。其实卡尼不用太伤心那他现在被说成加拿大被说成第51州可是第52州已经出列了，第52州是冰岛，这个是美国驻冰岛大使他自己讲的。所以现在呢，我们讲到说现在川普他的一个内阁基本上就是小丑内阁，大家都急着拍马屁，反正川普想要什么，他们呢只会加码更多其实川普卡尼在这个达沃斯论坛里面讲到了几个重要的事也就是第一个，世界秩序的断裂那强者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另外他又把之前的那句话讲出来了，就是如果你不在餐桌上，你就会在菜单上面。其实这让大家非常的警觉，也就是美国现在它是一个慢慢衰弱的强权，
但是这种强权反而其实是最可怕的。那其实我们讲到说有关于卡尼他跟这一个我们讲到说贝森特他们讲来讲去其实大家不过就是说台面话而已，然后也就是大家当面不要撕破脸。但是其实卡尼他愿意在达沃斯论坛这样讲，而且其实达沃斯论坛讲了半天，我们因为比较少看到后面其实全场起立鼓掌，而且时间非常久，所以我们看到卡尼只是在那边跟大家招手，为什么？因为希望大家坐下，他觉得他应该不需要受到这么大的一个尊崇，但是他是第一个敢说那个国王没有穿那个国王的新衣到底是怎么样的状况至于我们讲到说脱美贸易圈大家也不要想得太开心。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来看我手上的这张图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如果我们看到欧盟加上印度的话，它只有21%，那如果 CPTPP 的话是14%，但是北美贸易当然现在如果除掉了我们讲到说有关于加拿大以及墨西哥的话，那它当然还会再衰减。那大家看到的那还有所谓的欧盟以及南方国家占了20%，但是我们其实坦白讲，除了美国之外，其他的多半都是原物料。那美国它拥有的是什么？美国拥有的是尖端科技，也就是我们在讲到说所有这个供应链里面它是最上层。那如果它是最上层的话，其实我们现在的人类发展，你不是只是为了吃喝拉撒睡嘛？那你最重要的，你要发展你的经济。当要发展经济的时候，第一个大家想到说现在最热门的也就是 AI， 对不起，你第一个就卡住了。川普对于各个国家的这种合纵连横他一定有各种的方法。我不给你晶片，或者是我提高你的这一个关税，那最后呢都会变成每一个国家跟美国签订自己的 FTA， 也就是又回到了我们讲到的有关于这个关税解放日的状况那所以我们这样讲那个川普他有自己的想法了。那之前他组了一个和平理事会那这个和平理事会，你看看这个川普到底是在想什么？这个是和平理事会的标章，你看看跟这个联合国的标章差多少？没差多少。一不仔细看，然后就会以为这是联合国，但是我们仔细看，这个里面是以美国为核心。就是希望大家看错了，然后就加入了吗？这是不是一招？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川普不只是在国际社会惹人厌现在在国内呢也是人人喊打嘛。我们来看到他呢，因为最近这个反移民政策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经济政策呢，都让大家对他的不满意度急剧飙升。于是呢，就有共和党的这个德州参议员呢，就提醒他说呢，如果呢你的这个退休福利计划401缩水30%，那么超市的物价上涨1到2成，我们就会在投票日面临血洗那你就会失去掉众议院跟参议院每周一次的弹劾，就会耗掉你后续2年的时间这是他警告说，其中选举你要小心我们可能被血洗结果川普怎么样？川普竟然是对他的说法感到不悦，回他这个去擦的泰德这个我们就不便的说出来了。这段话呢，不是我们这样随便说，是有录音档流出来的耶。可见川普真的是逼急了。那么现在川普1周内2度来被逼迫退让，为什么呢？可能就是因为他的期中选举真的很危险像是他在这个移民议题上面的态度呢，已经有所软化了，可能就是因为11月就要期中选举，那共和党的选情呢，已经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另外呢，在格陵兰的议题呢，许多的北约成员国也对美国失去信任，所以呢，川普也是再度的退让了。那 CNN 就说了此举他现在做出让步的动作，证实了他并非不可碰触，或者是不受任何约束，他会受选票来约束。
但是呢，现在川普啊要选举了嘛，所以也要祭出一些利多啊。于是呢，他就说他可能要用退税、还税于民或者是普发现金的方法哦，希望呢这个大美法案啊，让大家呢可以重新用选票来支持共和党。但是其中选举是11月，你现在发钱，大家那个时候还记得吗？而且呢，国税局的压力又会更大了。现在啊，讨厌川普的程度之多啊，连美国的图书馆员竟然都去发影片呢，说呢要找身患绝症的枪手去暗杀川普。哇塞，你有这么的讨厌川普吗？美国的民众有这么讨厌川普吗？好，而在这个国际议题上面呢，现在川普的幕僚也出来去澄清所谓的唐罗主义了。怎么说呢？这个是前川普首席的战略师班农，他说啊，唐罗主义是反中国战略，北极是美中争端中关键的军事枢纽，强调将中国排除在包括格陵兰在内的西半球外，以削弱中国力量的重要性。那么，这个美国的军事专家也说，川普的安全战略根本上是为了要遏制共产中国主宰全球。川普的批评者是误以为了这项战略会把世界分成3个势力范围，美洲掌握在美国手上，那普丁掌握欧洲，习近平主导亚洲。好，现在都要来帮这个川普洗牌啦，说呢，我们都还是为了要阻挡中国啊。但是呢，美国也很重视中美关系啊，尤其啊，未来的10到15年，中美关系恐怕会更加的危险啊。这个是中国大陆的学者说呢，未来啊，这个中美关系会更危险。中国人不可以对美国心存幻想，美国呢也已经失去了全球的经济霸权 ，GDP 啊占世界比重不到2%，反而是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快于美国美国的年增长率只有2%而已，而中国人保持在5%左右。那么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是美国的2.5倍，而且中国的经济规模呢都将大幅的超越美国但是呢，美国还是非常的关注中国的一举一动，尤其是这个高层的反腐行动。那现在呢，美国的驻日大使就说啊，习近平呢也非常热情啊，去邀请川普4月访华，而川普则是邀请习近平在8月或9月的时候访美，而共军整肃啊，还有军委副主席张又侠遭到调查，中方推进的反腐行动呢，美方呢都密切的在关注动向啊。那么说到这个张又侠成为美国的关注焦点现在呢，彭博也引述西方官员说习近平清洗高阶将领的行动呢，会使西方国家失去关键的联络窗口，加深对解放军日益封闭的担忧。但是呢，这个麻省理工的这个主任就说呢，接替张刘2人的人选呢，不太可能迅速到位。这一波清洗呢，会导致体制瘫痪。解放军未来啊，会更重视忠诚和意识形态，而非作战事务。但是这个张又侠到底为什么会落马呢？前 CIA 的分析师就说呢，张又侠等人的整肃呢，不是贪腐，也不是泄密啦，而是一个将军权力过大而引发的清洗，这是典型的功高震主。习近平为了巩固自身的权力，所以不得不出手。那么华府的智库学者也说接替张又侠的老将呢，可能是一批更年轻、更激进，而且对习近平决策毫无质疑空间的一个鹰派军官。那么军事决策就会更加的冒进啊，也会更加的不可预测。那甚至呢，也有人说啊，其实张又侠跟习近平的宫斗啊，早在20大就已经开始了说呢，习近平在20大之后就精心布局了。起初是默许何卫东啊、苗华对这个李尚福以及火箭军系统展开大清洗，实则是要隔山打牛，要逼迫张又侠主动退场。但是呢，张又侠展开反击，掌握了华苗、何卫东等习派大将的大量不利证据，反过来对习近平形成了一个逼宫之势。因此，习近平最终是不得不挥泪斩马谡导致原31军少将以上的官军几乎是全军覆没。哇，这些内容被网友形容简直就是宫斗剧的编剧啦。好，但是你不论怎么样宫斗，中国是不用选举的但是你美国川普要选举而且其中选举就是11月了那你这样子搞，大家还要投你吗？我们请教介大使。其实川普现在选情告急或者说这个期中选举对他可能不利现在我认为还言之过早，因为这个选举会在年底才选，
那么11月嘛，那我们现在才1月刚开始啊，只是说现在川普很多的施政啊，他在美国的民调比例、民调的支持度越来越低，这个是他的一个警讯。而且美国现在就是说很多对立啊都越来越激化，这个跟他的这个所谓的驱逐这个非法移民的所用的手段上啊，太过怎么样？太过粗暴有关。现在明尼苏达州事实上的话，老百姓在零下20几度的天气里面啊，几万人上街去反对。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说美国这个这些取缔非法移民的这支特别成立的队伍叫 ICE， 他们已经在明尼苏达州在短短2周之内没打死一个这个没打死，我不能这样讲没有造成任何非法移民的伤亡，可是呢，居然造成2个美国合法公民的伤亡，不是伤就是打死了。现在美国人还在调查最近被打死的那位年轻的急诊室的护士，37岁，他只是在现场拿了一个手机在维持秩序，就被这个 ICE 的扮员7、8个大汉把他扑倒。最后呢，因为中间有听到一个声音说他手上有枪，结果呢，这个扑倒他的那个几个干员 ICE 的干员呢，就连开2个人开枪，不是1个人开枪，然后连打了10枪，把他当场打死。那结果呢？后来大家调查这位先生，他没有什么暴力前科他就是一个比较热心的人他不喜他这个是不是真正去参加那个这个去抗议的也都不知道，所以呢，这个引起公愤了啦。那这个对川普是不是有害？是有害的。另外一个就是说，美国现在最高法院有关川普这个关税案的合法还是违法，这个判决还没出来。如果这个判决是川普政府输的话，那他就麻烦大了，因为他这个就表示他重要的施政居然是在不合法的基础上做的，而且你知道这个原告有多少人吗？原告有数万人，因为这些都是中小企业，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这些进口商，他们因为这个关税不法，让他们这个赔了很多的钱，甚至有些公司因此而倒闭。所以呢，这些公司呢告川普政府的时候呢，除了要政府给他一个这个法院给他一个公道之外，还有附带民事赔偿。他要把税退给这些公司。所以川普现在虽然只上任1年多，他已经把他自己深陷在很多内外的这些所谓的泥淖里面。所以还好，就是还有10个月，如果他能够成功摆脱这些自己创造的这些危机的话，他还是有希望的。为什么会这么多公司都要靠川普的关税呢？因为如果他这个败诉的话，至少可以拿回来；你不告的话，就拿不回来了。赌一把，赌一把。我们请教盛峰委员。全世界大概最不希望川普期中选举输的国家，应该是中国大陆。因为呢，他要是输了，整个的政治局势会转变。中国跟美国今天好不容易谈下来这种动态的稳定平衡就会改变的。所以中国大陆对川普的，我常常讲一句话，说要给他痛，但绝对不能让他死，因为死了以后要重新再建构这样子的一个中美关系呢，事实上对中国来讲也是蛮惠利的。那第二个呢，中国大陆一直把川普都叫做川建国，那本来还不太像现在是越看越像。第一个，把中国大陆的国际地位呢，这个加速的提升到今天这样的地位那川普绝对是功不可没。第二个，由于川普现在在处理国内外的事情，他搞得一头大，所以让中国有更大的时间在这里，在他整个进行整个政治、社会、政治、经济的转型反而有更多的空间这个呢，所以称他是川建国，实在是实至名归那至于中美的互访，很奇怪到现在为止都是美国发的消息，4月份也是美国说的，8月份也是美国说的，就不禁让我想到贸易战的时候，那么美国天天在讲电话，有没有？对，说谁打电话来，谁打电话，他等电话，结果呢，原来只有你在等，大陆从来没有打过你的电话。那这个呢，因为这个介大使应该就很清晰了，这一种
高层，而且这2大国高层的互访啊，绝对不会是单方放话的，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国事访问了。这个东西，因为它不是在一个国际场合碰面的，是很重要的国事访问。这种国事访问是要经过铺排，然后呢，可以讲在完全可控的情况下来进行的。那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只有美国一直在放话，而中国到现在还没有证实过？这个里面呢，我觉得有值得玩味的地方啊。这里面到底会不会有什么变化，我不敢讲。但是这里面呢，绝对没有那么顺利。最后呢，是最近呢，大家最流行的话题就是张幼霞。我在这里，我公开的挑战，今天我也挑战了几个朋友。第一个，你对张幼霞了解多少？除了最近报道你听到了以外，你知道什么？第二个，中国大陆的军事体制你了解多少？第三个，所谓的以党领军的这样子政治的运作，你知道有多少？第四个，所有的中国大陆今天军方的是是非非等等等等，你知道有多少？所以我可以告诉大家，知道内幕的不会说，不知道内幕的说不出所以然。现在说了一大堆的，通通叫编剧。这是我给你的结论。真的就是宫斗剧啦哈。但是川普的这个剧呢，就不是宫斗剧了哈。我们来请教舰长。我们接着啊，刚刚这个盛峰老师讲到这个有关于张幼霞的部分啊，其实现在啊，我们看到国内外啊，其实写的好像活灵活现，真的就像主持人刚刚讲的一样，宫斗剧啊，好像一个眼神啊，一句话呢，就都藏了杀机啊，连20大的事都要扯出来，你们是真的吗？美国摸摸自己的良心啊！你们当初是怎么说的啊？你们当初这个在《纽约时报》上面讲，这2017年新闻，也就是这个那个 CIA 啊，他对于潜伏在中国内部的人，到底是因为背叛了美国，还是因为那个被那个他的秘密通信系统被发现，然后所以被那个这些人被逮捕啊？到底是什么状况，他都搞不清楚。另外呢，他在这里啊，还在讲到说，到2010年呢，4个官员承认，当时由于北京的那个官僚系统内部招募了线人，现在知道了吧？到处在放这些情报员的就是美国啊。然后美国自从2017年这个报道出来，现在搞什么？现在在 social media 上面招募干员，没看过了吧？我们看的还是8个月前的，他讲说，但是也许有另外一条路，你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中啊，然后这里可以直接按下去，你就可以秘密的通话，你真敢按吗？你按了，结果接电话的那个如果是这个中国大陆，你就糗了。那我们这样讲啊，真的是如此吗？我们看看当初大家怎么讲解放军的这个火箭军的，大家说，哎呀，美国完全的掌握火箭军，连有几条军犬都知道。好，我们看一下啊，儋州他当初就是这份报告里面他讲的有东风21D 这个反舰的弹道飞弹。那另外一篇报道也是如此啊，也是可以看到军犬啊，也知道他们所有的这些主官管到底是哪些人啊？他也是说东风21D。那我请问一下，2024年为什么从儋州打出来的是东风31了？所以你们根本就是状况外，也就是刚刚盛峰老师讲的，对于中国大陆的情况根本不了解。那台湾呢，也不要自以为清高。我们想一想，如果把庆富的猎雷舰、海鲲潜舰以及查航的这个人头得标通通算进去的话，如果真的台湾查起来的话，会不会动摇国本呢？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川普突然间威胁南韩关税，引发我们好紧张哦。结果现在他又说了嘛，来看到啊，被问到说呢，会不会真的对南韩来课征25%的关税？他说
我们会和南韩解决这个事情哦，所以现在呢又留下了一个转圜的空间啦。那么美国的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说呢，他们已经跟南韩的官员对话了，本周会在华府来会面磋商，还说我们没有特别针对南韩，他们是盟友，但是经济层面上必须要取得平衡。不过现在很多的美国专家都说，你看你川普是怎么对待你的盟友的嘛？模范盟友也不过如此嘛，哈。这个南韩的这个经济分析师就说了，如同总统过往宣布政策的情况一样，这很可能呢又是一个谈判手法啦，就是要把南韩拉回谈判桌，希望能够促成额外的让步。不过现在呢，川普是不是又塌口了呢？但不论你有没有塌口啦，你说的模范盟友不过就是如此嘛，因为你这个总统反复无常，又再一次用关税来胁迫出手了，那这样子谁要跟你谈呢？好，不过呢，面对川普的这个关税威胁南韩呢还是非常的冷静呢。南韩执政党说了，2月底前呢是继续推动美韩协议立法。2月底前会通过这个特别的立法。那么，南韩产业通资的资源部长也说了，会尽快赴美国跟卢特尼克来磋商。那另外呢，贸易部长也会访美跟格里尔来进行会谈。不过到底为什么川普会突然间又反悔了呢？据说呢，可能就是因为之前范斯去会晤南韩的国务总理的时候呢，就已经当面警告过他了，说如果你不应对库彭在内的美企采取不利措施的话呢，那么美国呢，非常的不满哦，可能会对这个李在明政府以及南韩教会的搜索行动等等的，都可能是这一次突然调升关税有关。不过大家更担心的是，可能这是美国的一个杀鸡儆猴的手段，不仅是针对南韩，也是对欧盟，甚至是美国最高法院的示警，跟你说你不能判我关税无效。好，至于南韩旁边的日本呢，也即将要举行这个国会改选了哈。那么1月27号也进行公示了，这次选举呢有1285人要参选。那么这次选举呢，将拷问提出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方针的高市早苗政权的信任度。我们知道呢，现在日本的财政真的是一个头2个大啦。好，不过现在呢，中国也非常的关心这个高市早苗的台湾勇士说他们说呢，高市早苗再度发表涉台言论，将台湾问题与日本出兵挂钩甚至表示要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救援在台日美公民。这个演绎就是日本右翼的再军事化的缩影。还说日本已经成为了美国战略收缩下的关键棋子。美国向日本出售先进武器，还允许发展超高音速武器，甚至是默许这个修改导弹火控代码，以威胁关岛认为美国的这个做法呢，根本就是把日本推向抗中前线，为日本再军事化提供了外部支持。所以现在呢，北京也怒回了，说不论是在历史法律上，日方都没有任何资格对台湾来进行言论，敦促日方呢最好停止在台湾问题上面的操弄跟妄言。而现在呢，也有反对党的领袖批评高市之前的涉台言论，导致跟中国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张了。而现在呢，这个中日关系紧张日本呢也自己来强调。跟渔民说了，这个期间呢，最好是不要前往这个钓鱼岛海域避免这个冲突一触即发。而现在呢，中国大陆的军事力量呢也是越来越强了。我们来看到这个歼20我们看一下画面，这个歼20呢，它也是可以用来对抗美制 F-22第5代战机，而且歼20S呢，在这个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中的关键要角呢，专门针对阻碍美方投射军力之第一岛链，已经将人工智慧还有侦察卫星给结合了好，不止歼20甚至是运20呢，它的地位呢也被说呢不亚于歼20所以央视呢近日也是再度公开了多架运20编队进行远程机动训练的画面象征中国的战略空运还有远程的投射能力已经完成了历史性跨越了，成为空军迈向世界一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装备。好了，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南韩的关税川普到底在搞什么呢？我们来请教介大使。川普就在恐吓南韩的国会，因为事实上南韩的政府，据川普的说法，已经跟这个美国达成了贸易协议。然后呢，你要知道，虽然这个贸易协议的性质是什么不知道，可是如果说韩国要对美国产品开放市场的话，
它必须要修改它的所谓的关税减让表，也就是它的有一个很详细的所有货品的进口关税的税率。那对美国的话，那美国事实上对这个越南、对这个印尼它都要求这些国家对美国进口的货品要给予零关税。所以呢，美国可以抽你税，可是你要从美国进口货的话是零关税。我想大概日本、韩国也是差不多。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这个你如果要修改税率的话，税则税率要修改，每一个国家都要送到国会去审。那这个如果说今天要韩国把韩国的稻米进口或者韩国的牛肉进口都改成零关税的话，那韩国的这些稻农可能就会通通怎么样？通通破产。韩国这个国产牛肉大概也完蛋了。所以这个国会当然会挡了。那川普就会认为说，我已经跟你们政府讲好，你国会干嘛阻挡？所以呢，就吓一下这个韩国国会。那韩国政府就说，那我们再来谈。那川普就说，好吧，现在没有要这个15%、25%了，因为他当时写这篇文章也没有写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就是一个恐吓。那我们台湾呢，事实上的话，你觉得我们拿的待遇会比韩国跟日本好吗？我们显然拿的待遇比韩国跟日本还差嘛。韩国的 GDP 是台湾的2倍以上，结果韩国只要给美国多少？拿3500亿，我们台湾要拿5000亿，所以我们的条件比韩国谈的差嘛。日本是它的 GDP 是我们台湾的5倍，日本是4兆，我们算8000亿好了，差不多就是5倍嘛。那日本只要拿5500亿，我们台湾要拿5000亿，可见人均来讲，我们比日本人跟韩国人都多了好几倍我们比较有钱。对啊，我们这个谈的这么差，你想想看，美国要我们开放我们的市场的话，条件会比韩国好吗？如果说美国要我们把我们的稻米市场完全开放的话，那请问一下，我们台湾从南到北的种稻的稻农，他日子怎么过？美国说你猪肉内脏全部要进口的话，那我们的养猪户的话怎么办？对，我们要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大危机。可是很可笑的，我们这个目前的政府前几天还在喊话说，你看这个韩国人韩国就是反对，你看现在美国就修理他了。所以我们你们不要反抗。可是我们现在从我们的全台湾的老百姓，加上所有我们在立法院的委员都不知道，我们这个政府对美国在开放的市场到底开放了什么？对，通通不知道，接牌，通通不知道。不知道之后，然后就开始在警告我们，你要照单全收，你要照单全收。但是我们到底要开放什么还不知道。我们请教雷胜峰委员。是这个杀韩国是警告台湾跟日本。因为这3个国家是他捞最多钱的3个地方，在川普的眼中你们都是必须听话的小弟，没有什么好啰嗦，没有这一回事。什么国会扮黑脸，我川普就是拿大棒，打死你。请问这些国家叫能改变有多少？尤其是台湾，我们说毒猪不准进口，现在不是毒猪肉进来了吗？我们说毒牛不准进口，毒牛肉不是进来了吗？我们所有不想要的，他全部什么西骨头都给你吃你要不要吃？你要乖乖吃为什么？它叫美国，为什么？因为你靠它嘛，你要亲美抗中嘛，就是你把台湾卖了嘛。说台湾卖台，怎么卖我不知道，但是在您的手上，我们真的被卖掉了，真的是不少那再来看呢？这个日本，我可以这样讲，中日之间只会水上加霜。为什么？很简单，假若高市再连任，那这个霜会变成水上加水，不是再加霜。那假若换了人，那个人不在这个问题上做个表态，中日的关系仍然是继续的冷冻下去。那你们看一个最大的改变吧。那这个改变就在哪里？就是钓鱼台。曾几何时，你听到日本这样警告他的移民说，你们不可以到钓鱼台，这不是以前警告我们的吗？以前包括我们的政府也是警告我们的移民不要去钓鱼台第二个呢，我们去钓鱼台，日本会把我们给赶走现在日本警告他的移民说，你不可以去钓鱼台，请各位想一想，这告诉我们什么？第3个，我要等一下特别要请教一下舰长了，因为他是专家，因为看到这个题目里面呢，这个呢歼20上舰了。这个歼20是真的有上航空母舰吗？到现在为止，我找的资料里面好像并没有看到。不过呢，有一个值得注意的，
就是印20啊，印20大概是所有的战略运输机里面，在美中俄讲起来算是比较小型的，所以它将来还会在运行的更大。但是战略运输机的意义是很大的。我就举最后例子告诉大家，你可以看到，只有中美俄这3国的领导人出国访问的时候，他的坐车是跟着一起出去的。因为有战略运输机，就是运输机把它运有到当战略运输机，地的。那其他的国家就要用别人的车，这差别在这里而已。那我们就来请教舰长，刚刚这个李顺峰委员的提问。盛峰老师的提问啊，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现在我们很多所谓的军事专家都在扮家家，也就是他们觉得什么飞机都可以上航空母舰啊，他们不晓得航空母舰的这个电磁弹射系统以及电子阻燃器啊，当初都是设计好的。你真的放上这么大的战机的话，真的很不一定能够适配啊。那所以我们讲到说，但是解放军有没有设计好？还真的设计好。例如说，我们看到航空学报，它这个学报里面呢，它其实早就已经将这个未来它如何将这个飞翼布局的这舰载机如何的精确着舰，那这里面呢，它还真的有图的。它如果有这个图的话，我们比对一下，这个其实比较像啊，也就是这个成飞的这一个6代机啊，它其实是比较像的。那我这边有一个比对的照片，那它其实设定的是什么？它其实设定的也就是未来如果登上航空母舰的话，它要能够以公分级的这一个误差嘞，直接的降落。那这个是我们讲到说有关于解放军他的论文所透露出来的讯息啊。一般我们看到论文的时候已经落后3年，那这个落后3年，也就是说我们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到底是哪一种啊。但是呢，实际上来讲，歼20真正的最重要性，也就是它未来可以导控中程僚机，但是也不是每一架歼20都可以啊。大家不要看到歼20，哎呀，它可以带着中程僚机。例如说，我们看到这一个，它从歼20到歼20S，事实上只有歼20S，它是双座的，它后座的人员可以操作这一个中程僚机。有人说，AI 呢？那不是 AI 可以吗 ？AI 辅助决策，但是有些部分实际上还是，例如说攻击的部分，还是要由人来下达这个决心，进行攻击的。